大唐的銷量這麼快就來到了3萬，到底為什麼這麼多人激情下單呢？那今天我們也来看看这台大唐。香飘飘的肉串，要不要来一串？这个应该是大唐非常实际的应用场景啊，2+2+3的布局，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去露营、自驾都是相当不错的体验。那问满载7个人的状态下，它的前后备箱能装多少行李呢？10个20英寸的行李箱，它的这个纯电的版本啊，前备箱真的是大到誇張啊！這是一台為家庭而來的 SUV， 所以說當你去購買這款車型的時候，繞不開的幾個話題都給出了非常標準的答案：大空間、閃充，帶有路面預瞄的雲輦 A 雙腔空懸後輪轉向。當然，在續航方面有非常不錯的體驗，它的純電續航的版本是來到了950公里 ，DMA 的版本據說這個也是個大電池，純電續航是超過了400公里。聊到這款車之前，可以先聊聊唐帶給我的感受。我個人會覺得它整個的設計是辨識度很高的，寬大的格柵橫向拉開，看起來甚至會覺得有一點點的攻擊性。它給我的感覺很像是一個閱歷豐富、行事沉穩的人，有分量，但是也有一些距離感。但是當我看到這款大唐的時候，我發現它整個的基調都發生了改變。首先能看到它整個的前臉設計還是相當的簡潔的，你在看到它的第一眼，視覺中心一定會聚焦到這條貫穿式的燈帶。確實啊，整個的橫向寬度來到了2.4米。那我們仔細看，能夠發現它整個的燈腔內部還是有這種層次的區分的。首先有一條細的燈帶去貫穿這個會發光的唐的 logo， 另外下邊給到了一個更寬的燈帶去勾勒整個燈的形狀，整個姿態還是向上揚的，看起來我覺得要更加的年輕，時尚度也很高。那另外能看到整個下邊就是給到了一個封閉式的格柵，就沒有太多複雜的設計了。我覺得這樣的效果是比較簡單的，在一眾9系列裡邊也是相當的有辨識度的。都說大唐是把尺寸寫在名字裡邊，它的車身尺寸啊，車長是來到了5263，軸距3130，確實是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啊。你能看到我在它身邊真的還挺渺小的。來到車座，它給我的感受是很舒展、很拉伸、很從容的一種感受。我覺得起到關鍵的是它這個腰線非常的平直，沒有那種高低錯落的效果。那目前我們這個顏色是灰色，它本色呢是給到了灰色跟綠色2種顏色。其實我個人會感覺這2款顏色其實面對的這個消費群體還是有一些不同的。這個我覺得更加的年輕，更加的輕盈。那款綠色它來到車側會有那種雙拼色的效果，我覺得看起來會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旗艦。那輪胎尺寸呢，我們這台車是給到了21英寸啊，內部也是這種低風阻的輪毂的造型啊。當然你也可以去選擇22英寸那個大屏輪毂的造型，看起來也是相當的豪華的。它的這個門把手採用的是這種內嵌式的，當你把手觸碰到它的時候，它會自動彈開。我們這個版本啊，今天是一個低配的版本，但是也能夠看到全車這4個門還是給到了電吸門的，所以說配置上我覺得是足夠的。它的側窗給到了一個無水切的設計，當然這個也是目前旗艦車型都會給到的一個配置。它整個會讓它的側面看起來會非常的平整，非常的光滑。它整個地柱之後的設計我是相當喜歡的，我覺得會讓它增加了這些年輕的感受。你看它整個車有一個小小的上揚，包括說它基礎的飾條在車窗外其實又多給到了一定的延伸。當然也能夠看到它的這個第3排的這個側窗的面積，我覺得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大的，所以說坐在第3排也會有不錯的開揚感。來到車尾，它整個的設計依然是比較簡潔、比較平直的。其實我們在這一點就能夠看得出來，目前比亞迪家族在設計方面是比較自信的，因為我覺得它去敢於去做減法。那整個車尾，我覺得看起來這種平整光滑的效果是會凸顯它的高級感的。在尾燈這邊的處理，之前我們看到其實更多的會是給到像中國結啊、箭羽這樣的設計。我現在個人感覺它這個尾燈很像是一個展翅高飛的羽毛。當然也給到了跟車頭相去呼應的這條貫穿式的燈帶，另外給到了會發光的 logo。我覺得它無論是前燈還是尾燈，就整個的辨識度是相當之高的。現在我化身寶媽，我們現在是一個親子場。
我们看在這樣的場景下都能獲得什麼樣的體驗。首先呢，我們是把它當做一個大4座的狀態去使用的，後排是完全放倒，給寶寶一個遊玩的空間。那現在呢，能看到配置方面給到了2個小桌板，你可以餵寶寶食物都是比較方便的。另外，你像提升幸福感的吸顶屏跟冰箱也同樣有給到，並且它這個冰箱的垂降高度還蠻高的，就是我們剛才看放這個水瓶是可以直立狀態下去放到的。另外還有一些小的細節，你看它整個地台都是純平的，我覺得小寶寶再來回去從前排跑到後排也是比較安全的。那整個車內我感覺在空間方面是有 MPV 的體驗的，那體驗方面也相當不錯。你看細節處這種小的掛鈎啊，包括說你抬頭看它的全景天幕，它的遮陽簾是在2層玻璃之間的，就不是在車內的，我覺得這個質感也是比較不錯的。我們來到了前排，整個的感受真的相當不一樣。擋住這個 logo， 很難想象是在唐的內飾裡邊。那之前唐留給我們的印象更多是比較的成熟，那現在整個就很年輕、很明亮。大唐嘛，它整個車內的配置能夠感受到，就個頭都很大。你看，很大的中控顯示屏，並且它這個邊兒真的相當的窄，視覺效果很好。另外給到了一個很大尺寸的儀表盤，包括 HUD 也是這樣的。另外還有一點讓我覺得很誇張，它這化妝鏡真的很大很寬，你第一下會說哇哦的效果，就你從前面能看到後排整個是什麼樣的狀態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整個內飾在用料上，我覺得是很考究的，它沒有給到那種很大面積的皮質包裹，能看到還是給到這種不同材質去拼接的，整個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的時尚感的。這個座椅坐着也很舒適，然後剛才我還發現這3排座椅都是能夠通過屏幕去電動調節的，就是參考它的配置，再考慮到這個價位，真的會有點震驚。所以說，我覺得它銷量3萬並不是大家激情下單，我覺得是合情合理的。虽然這邊露營的感覺真的還挺好的，我覺得買了這台車之後，你總會想着帶着家人朋友們一起出去露營，親近一下大自然，感受一下大自然。我最後來總結它為什麼這款車型的銷量有如此好的表現。我覺得首先是價值感，因為這台車我們看到它的配置啊，我覺得怎麼着也得30萬大多了吧，但是它的預售價格只給到了25到30萬這個區間，也就是說你喜歡的配置你都選回來，滿打滿算也就差不多30萬到頂了。但它目前還只是預售價，如果要是正式的價格，還會給到驚喜。那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這款車型吧，我覺得它是沒有什麼短板的。那首先，空間足夠的大，內飾體驗相當不錯。另外配置方面，其實該給的都給到了。關於我們對於家用 SUV 的暢想，它也都給到了滿足。那另外，它作為一款車型來說，它在續航方面的表現也相當的不錯。純電續航950公里，那電麥的版本一定是1000大多了。那除此之外，還給到了第2代刀片電池，包括說整個底盤方面也給到了不錯的表現。所以綜合來看，這款車確實相當的有競爭力，質價比是不是拉滿了？那你們覺得這台車怎麼樣呢？評論區聊聊吧，小包。